今天我们来聊聊被誉为长寿果的牛油果。这种绿色的水果富含优质脂肪、维生素 E、维生素 K、钾离子和膳食纤维，一直是健康饮食的明星。然而您知道吗？如果吃法不对，再好的长寿果也会变成伤身的毒药。许多朋友以为牛油果怎么吃都健康，但其实有6种常见的错误吃法，不但让牛油果的营养大打折扣，还可能对心脏、肝脏造成损害，严重时危害堪比砒霜。尤其是第一种错误，几乎人人都可能犯，一不注意就把细菌和毒素吃进肚子里。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露牛油果的6大致命吃法误区，逐一说明为什么这样吃比砒霜还毒。最后再告诉您牛油果最健康的正确吃法究竟是怎样。准备好了吗？赶快来检视您平常怎么吃牛油果，中了几枪。第一种错误吃法，切牛油果之前不清洗，切开后随意放置。很多人拿到牛油果直接就一刀下去切开，从不清洗表皮，反正外皮又不吃，洗不洗有差吗？很有差，这正是第一个致命错误。没洗的牛油果表皮藏着大量脏东西和细菌。想象一下，牛油果从果园被摘下，经过长途运输、批发市场、超市货架，一路上多少人触摸过，多少灰尘细菌落在上面。牛油果外皮凹凸不平，表面还可能残留农药、泥土和各种看不见的病菌。例如，曾有食品检测发现，不少牛油果表皮带有李斯特菌、大肠杆菌等有害微生物。您切都没洗，刀锋一下去就把表皮的细菌脏污直接带进果肉，接着您挖着果肉吃下肚，等于把病菌送进自己的胃肠。更糟的是，有些人牛油果切开后吃不完，索性连敞着面放在室温下，打算晚点再吃。然而切开后长时间暴露在常温，更是大错特错。果肉暴露空气中，不仅快速氧化变色，还为细菌繁殖提供了温床。那些从表皮带进果肉的细菌，还有空气中飘来的微生物，会在温暖的室温下飞速增殖。几个小时后，您的半颗牛油果可能已经变成一盘细菌培养皿。李斯特菌等致病菌会迅速繁衍，特别是在夏天高温时，短短2小时细菌数量就能翻倍。您在吃这放了一阵子的牛油果，相当于吞下一堆细菌。李斯特菌对老人、孕妇免疫力弱的人危害极大，可引起严重的肠胃炎、发烧，甚至侵犯中枢神经，导致败血症或脑膜炎，其凶险程度不亚于吞服慢性毒药。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别忘了，这还只是因为您没洗牛油果导致的结果。平常我们吃苹果、葡萄都知道要洗干净，可很多人觉得牛油果有厚皮，不吃皮就掉以轻心。其实正是因为不吃皮，更要洗皮。一旦不洗，刀子就成了细菌的滑梯，而切开后常温放置又给了细菌扩散的大好机会，长寿果瞬间变毒果。就在一念之差，为了您的健康，务必在切牛油果前仔细清洗外皮，可以在流动的清水下轻轻搓洗牛油果表面，带刺的小刷子刷一刷效果更好。洗干净后擦干，再用干净的刀和砧板来切。切开后的牛油果如果一时吃不完，千万别室温下暴露超过半小时，最好用保鲜膜密封包好，放进冰箱冷藏保存，以减缓细菌滋生和氧化变质。简单这几步就能避免把看不见的细菌毒药送进肚里。别小看这第一关，很多人就是忽略了清洗和保存，结果把营养果吃成了害人果。第二种错误吃法，牛油果明显变质发黑了还继续吃。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切开一颗牛油果，里面果肉一部分发黑发棕，看上去不太新鲜，但又舍不得丢，于是挖掉黑色部分，心想剩下的绿色部分应该还能吃，免得浪费。这种做法其实潜藏极大的健康危机。牛油果果肉发黑有2种情况，一种是切开后放置一阵子，表面氧化变色，另一种是牛油果本身已经内部腐败变质。前者只是和空气接触后轻微氧化，如果没有异味尚可食用，顶多口感风味差一点点。但如果您切开时就发现大片果肉已经呈现不正常的暗黑色、棕色丝状斑块，甚至嗅到一股酸败发酵的气味，恭喜您，这颗牛油果已经坏掉了，再吃就等于吃进毒素。牛油果从中南美洲等产地长途运输过来，
在过程中难免有磕碰、受压或温度控制不当的情况，有时外表看似完好，内里其实可能已经碰伤腐烂。我们打开后见到的黑色斑驳，往往是霉菌滋生的结果。当水果腐烂时，各种真菌细菌会在其中繁殖，并产生肉眼看不见的霉菌毒素。例如，检验机构指出，变质的牛油果中可能产生一种叫展青霉素的毒素，又称棒曲霉素。这类毒素可不是闹着玩的，进入人体后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急性肠胃不适，严重时还可能伤害肝脏等器官。可以说，吃下坏掉的牛油果跟吞下一剂慢性毒药没两样。别忘了，霉菌毒素往往无色无味，光凭肉眼未必看得到全部污染范围。你以为挖掉发黑部分就安全了，其实那些看不见的毒素可能早已渗透到周围果肉，继续食用等于把毒素吃光光。这是不是听起来很吓人？很多人因为心疼食物浪费，舍不得丢掉变坏的部分，然而跟健康比起来，那半颗果肉值几块钱呢？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拿自己的胃肠和生命去帮变质的牛油果埋单。有的人可能会问，怎么分辨牛油果是氧化变色还是真正腐烂呢？一般来说，如果只是切开后放一段时间，表面变褐，摸起来果肉组织还完整结实，闻起来没异味，那多半只是氧化，把表层薄薄刮掉还可以吃，顶多风味口感打点折扣。但如果一剖开就看到大片漆黑或深褐色的果肉，甚至伴随酸败酒精般气味，那就是早已坏掉了。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再犹豫，立刻整颗丢弃。有人嫌可惜，想拿去做奶昔，抹酱混着吃，更要不得，混进食物里照样把毒吃下去，而且坏味还掩盖在其他材料里，更难察觉。请记住，变质发黑的牛油果就是毒果，再舍不得也不要吃。为了避免这种遗憾，购买牛油果时就要精挑细选，不要买到已经压坏的地雷。选牛油果有几招：看颜色，通常成熟的牛油果外皮呈深绿偏黑，但如果看到黑得发紫，甚至带点白斑，可能过熟烂掉了。捏软硬，轻轻按压表皮，太硬完全按不动的是生的，适度有点软弹表示刚好成熟，但如果一按一个坑，软得像捏海绵，那八成已经过熟烂在里头。看蒂头，把顶端的小蒂轻轻拔开，看里面，如果呈现新鲜的淡黄色或绿色，表示正常，若看到褐色发黑就别买。有了这几招，能大大降低买到黑心烂牛油果的几率。可万一不幸还是遇到了，千万别抱着将就吃的心态，拒绝第二种错误吃法，保护自己的肝肠不受霉菌毒素侵害。第三种错误吃法，牛油果一次吃太多，当成普通水果暴饮暴食，这是非常常见的误区。大家都知道，牛油果营养丰富，富含好油脂，很多养生文章也说每天吃牛油果有益心脏，降血脂。于是有人就不管3721，大量的吃起牛油果来。有些爱美的女士听说牛油果可以减肥美容，就每天1颗甚至2颗地往下吃。还有中老年朋友觉得牛油果能降胆固醇，就拼命加量，恨不得把它当饭吃。可惜这种补法非但无益，还可能伤身。为什么呢？因为牛油果虽好，但热量和脂肪含量都相当高。牛油果其实从营养学分类上更接近油脂类，而非一般低热量的水果。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大概重200克左右，光脂肪就含有25到30克。您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成人一天建议摄入的总脂肪大约在50到60克上下，也就是说，一颗牛油果就占了将近一半。热量方面更惊人，一颗牛油果约有250大卡，差不多等于一碗白米饭的热量。有些大颗的牛油果热量甚至达到300大卡以上。如果您早餐已经吃了饭面，午餐晚餐也照常吃，只是额外加吃牛油果补营养，那就等于每天多吃进去一碗饭而不自知，长此以往体重不增加才怪。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即便是被称为长寿果的牛油果，也经不起这样毫无节制的吃法。适量它是良药，过量就可能成为负担。很多人以为牛油果是不饱和脂肪，吃再多也不会像猪油、牛油那样有害。其实热量就是热量，不会因为来源健康就不算数。
每天多摄取的几百大卡，很快就会转化为囤积的脂肪，特别是中老年人代谢下降，更容易发胖。体重增加带来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风险，远远盖过了适量吃牛油果的那点好处。甚至有减肥的女士，本想靠牛油果提供好油抗饥饿，结果因为吃过量热量超标，体重不减反增，这就是没有算账的结果。此外，一次吃太多牛油果还会加重消化负担。你想啊，一下子吃进去相当于几勺食用油的脂肪，胃得花更多时间蠕动，胰脏得分泌大量酶来分解脂肪，肝脏也得加班制造胆汁。很多人吃完一整颗牛油果会感到肚子胀、消化慢，那就是因为油脂消化需要时间。如果本身有脂肪肝或肝胆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大量摄入牛油果反而可能让肝脏不堪重负，脂肪肝问题更加严重。别忘了，牛油果虽然健康，但它不是零卡路里的神奇食物。我们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人听说牛油果降胆固醇好，就每天餐后吃一颗，结果几个月体检发现体重胖了5公斤。胆固醇不降反升，因为它热量摄入大增，又没有调整其他高脂食物的比例，等于是额外添加了脂肪来源，身体哪里受得了？这就是好心做错事的典型。还有人把牛油果当奶昔喝，早上打一大杯牛油果牛奶，加了蜂蜜或糖浆，天天当健康早餐，结果小肚子日渐突出，根源也在这里。所以千万别犯第3种错误吃法，暴饮暴食不控制分量。健康饮食讲求平衡和适量，再好的食物吃过量都会出问题。对一般成年人来说，1天半颗到1颗牛油果已经足够提供丰富营养。营养师建议，如果是小颗牛油果，拳头大小那种，每日半颗就好。比较大的牛油果，每天1/4到1/3颗其实就足够。减肥的人士甚至可以2-3天吃半颗，把热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总之切记，千万不要拿牛油果当白米饭，水果一样敞开吃，否则长寿果吃不好，反而会折寿，变胖变不健康，实在划不来。另外还有一点提醒您，吃牛油果要挑对时间，如果目的是摄取营养、控制体重，牛油果最好安排在白天食用，例如早餐搭配全麦面包，或午餐的沙拉里加一点。白天吃，摄取的热量有机会随日常活动代谢掉，营养素也能及时被身体利用。而晚上临睡前就不宜吃牛油果这么高能量的东西了。夜晚新陈代谢变慢，您吃下的脂肪热量消耗不掉，容易转成脂肪囤积，而且油脂在胃里滞留，还可能影响睡眠和消化。很多人不知道，睡前吃高脂肪食物也会增加夜间肠胃反流的风险，对食道和胃黏膜不利。总之，一天中早上和中午是享用牛油果的黄金时段，晚上就让胃肠休息吧。控制分量加挑对时间，才能真正发挥牛油果的健康价值，避免过犹不及。第4种错误吃法，搭配不当，把健康牛油果变成垃圾食品。牛油果本身营养丰富，但如果和错误的食材搭配，可能瞬间让您的这餐从健康变得不健康。很多人吃牛油果时会添加各种调味料或配料，一不小心就犯了第4种错误吃法。我们来看看常见的几个坑。其一，牛油果加过量糖分，比如时下流行的牛油果奶昔、牛油果牛奶饮品，号称健康饮料，可实际上一杯500毫升的牛油果奶昔往往加入了大量炼乳、蜂蜜、果糖、糖浆，甚至布丁来调味增稠。这样一杯下肚，热量高达300-400大卡，相当于1碗半白饭，而且里面的糖分远超标。每天来一杯，不出几周，您体重恐怕就上升。更糟的是，高糖饮食会促进体内慢性发炎。我们吃牛油果本是为了抗发炎、护心血管，但糖摄入过多会让发炎因子增加，把牛油果的抗发炎好处完全抵消。久而久之，不仅降不了三高，血糖还可能节节攀升，把一杯润泽的营养果汁变成含糖毒药，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以为自己在养生，其实是在摄入过量的糖和热量。其二，牛油果配重油重盐的酱料，这在沙拉中很常见，许多人做牛油果沙拉，
喜欢再淋上一大堆浓浓的沙拉酱、千岛酱、凯撒酱等。有些人还觉得，既然用上了高档食材牛油果，就干脆加点美乃滋、蛋黄酱、橄榄油，甚至一起拌入培根碎、炸面包丁，增加风味。结果一盘沙拉算下来，额外添加的加工油脂、蛋黄酱热量惊人，沙拉酱往往富含不良的饱和脂肪和添加糖盐，热量一点不比炸鸡薯条低。你以为在吃健康餐，其实吃进去一堆看不见的坏油和盐分，牛油果里的好油被盖过去了，倒是摄入更多反式脂肪、钠和人工添加物。长期如此，不发胖才怪，心血管也受连累。用牛油果配错料，无异于营养加垃圾同时下肚，结果健康没增进，反而给身体增添负担。其三，牛油果高温油炸烹调，这点在我们亚洲地区不多见，但西方有些餐厅推出油炸牛油果、牛油果天妇罗等创意菜。牛油果一旦下锅油炸，不但本身细腻的风味被破坏，所含的维生素 E、B 族等遇高温大量损失，而且它的好脂肪也可能氧化变质，更别提炸时吸收了大量外来油脂，使得成品脂肪加倍。吃这样的炸牛油果，简直跟吃薯条没什么两样，原本的营养优势全无，只剩高脂、高盐、高热量。所以千万不要把牛油果拿去长时间高温煎炸，既浪费营养又伤身。综上所述，如果您把牛油果与高糖、高脂、高盐的配料一起吃，就等于自毁长城。再好的食材也变成了增肥利器、慢性毒药。我们吃牛油果的初衷是为了健康，千万别一不小心把它吃成了垃圾食品。那怎样才是正确的搭配呢？其实很简单，让牛油果本身代替那些不健康的酱料和配料。牛油果口感绵滑，有天然的奶油质地，可以用来取代美乃滋、奶油等。比如做沙拉时，不妨用牛油果泥取代沙拉酱，将牛油果压成泥，拌点柠檬汁和胡椒盐，直接跟蔬菜拌匀，就是天然的酱汁一样，润滑可口，而且完全无人工添加。又或者切几片牛油果铺在全麦面包上，撒点黑胡椒，就能替代抹牛油、黄油，既美味又健康。再如早餐来片牛油果三明治，可以不放培根和黄油，而用番茄、生菜配牛油果泥，热量大减，但营养更丰富。做甜品呢，可以利用牛油果的天然浓稠度，搭配无糖豆浆或低脂牛奶和水果制作奶昔，不加额外的糖。比如半颗牛油果加一杯无糖豆浆加半根香蕉，打出来的奶昔既有甜味又有奶香，而且全都是食材自带的天然滋味。这样喝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不会摄入过多精制糖。同样，喜欢牛油果甜食的，可以搜寻一些健康食谱，例如用牛油果混可可粉做成巧克力慕斯，以代糖代替砂糖，这些都有技巧可循。总之，牛油果最佳的角色是健康食材的替代品，用它去替换掉不良的原料，而不是作为点缀再加一堆额外的负担。有了这个观念，您就不会再犯第四种错误吃法，才能真正享受到牛油果的美味与营养，没有后顾之忧。第五种错误吃法，服药期间不问医生，牛油果乱吃，导致药效相克。您可能奇怪，吃个牛油果还能跟药起冲突？没错，有些药物和食物是会互相作用的，而牛油果正好就是其中一个需要注意的食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凝血药物，也就是俗称的保血药或血栓药。很多心血管疾病患者、中风后的病人需要长期服用抗凝剂，例如华法林一类药物，来防止血液过度凝固形成血栓。而牛油果中富含维生素 K， 每100克牛油果就含有将近20微克的维 K。维他命 K 恰恰是促进血液凝固的营养素，它能帮助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平常健康人吃点维 K 没问题，但对服用抗凝血药的人而言，维 K 摄入量需要严格控制。如果他们突然大量进食富含维 K 的食物，例如深绿色蔬菜或牛油果，就可能削弱药物效力，使血液重新变得容易凝固。简单说，药在松血，牛油果在凝血，两者在打架。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医学上早有记载，有患者一边服用华法林防血栓，一边天天吃牛油果养生，结果复诊抽血发现凝血指数明显异常，
血液粘稠度升高。医生一问才知道是牛油果惹的祸，因为微 K 影响导致药效被抵消了一部分，病人等于白吃药，随时有可能出现血栓塞风险。对心脏病、中风高危人群来说，这种风险无异于慢性自杀，很可能发生致命后果。所以正在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药的人务必要小心，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牛油果，而是一定要控制摄取量并咨询医生。一般建议在这类药物治疗期间，每天维生素 K 的摄取要均衡稳定，避免突然摄入过多或过少。假如您平时不太吃牛油果，突然狂补，药师和医生都没法提前调整药剂量，很容易出问题。最稳妥是事先询问主治医师可不可以吃牛油果，吃多少比较安全。如果医生觉得没问题，那也要遵照指示适量，别自己乱增加。除了抗凝血药，其实牛油果中的钾离子和脂肪等成分也可能影响一些药物或身体状态。比如有些降压药、利尿剂类要求患者控制饮食中钾含量，以免血钾过高。如果您狂吃牛油果，就违背了医嘱，等于埋下隐患。另外，有些减肥药或降脂药在低脂饮食情况下效果才好，您一边吃药一边大量吃高脂肪的牛油果，就可能降低药效或让治疗打折扣。再者，某些中药疗程也忌口高脂高油食物，如果没注意，牛油果的大油量可能干扰药物调理身体的功效。综合来说，第5种错误吃法就是忽视牛油果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多人以为食补是独立于药物之外的，但其实我们吃下去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含药物在体内碰面。聪明的做法是，凡是在接受治疗、服药期间引入牛油果等非常规食物前，先问问医生或营养师，特别是老年人同时服用多种药物，更应该谨慎。万一因为牛油果影响了药效，那就得不偿失，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小觑一颗水果的力量，它在该健康的人手里是补品，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就变成了毒药。搞清楚自己的用药禁忌和饮食注意事项，别让原本的长寿果绊了治病救命药的后腿。第6种错误吃法，不顾自身体质禁忌，人人照吃牛油果。这一点常常被忽略，牛油果再好也并非适合所有人。如果您的身体状况不太适合大量吃牛油果，却仍然每天生吞活剥，这就是最后一种严重的错误吃法。我们列举几种不宜多吃甚至忌吃牛油果的人群，看看您是否在列。首先，肾功能不全或洗肾的肾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牛油果富含钾，每100克果肉含钾约485毫克，比我们熟知的高钾食物香蕉每100克约358毫克钾还要高出许多。对于肾脏健康的人，钾有助于平衡血压，保护心脏，但对肾不好的人，过量的钾却可能是致命毒药。因为受损的肾脏无法有效将钾离子排出体外，钾在血液中越积越多，就会引发高血钾症。血钾过高的症状包括四肢麻木、肌肉无力，严重时会扰乱心脏节律，导致心律不整，甚至心跳骤停。有慢性肾衰的患者稍不注意，可能就因高血钾诱发致命心脏事件。所以肾病患者通常有严格的低钾饮食规定，像香蕉、柳橙这类钾高的水果都限制，牛油果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如果肾不好的朋友却不清楚这点，每天补牛油果养生，结果反而可能加速肾脏衰竭或引发危险。对他们来说，牛油果的钾就如同砒霜一般剧毒，所以肾病、尿毒症、透析中的患者应该完全避免或极少食用牛油果，至少要咨询医生营养师的意见后再决定吃不吃，吃多少。其次，低血压或低血糖体质的人也不宜大量吃牛油果。牛油果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压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这对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是好事，但对于已经血压偏低、血糖偏低的人而言，过量摄入可能让本来就低的血压、血糖雪上加霜。有些体质虚弱的长者平时血压就不高，如果一天吃掉一整颗牛油果，可能出现头晕、眼花、极度疲乏的低血压反应。严重时，由于血压过低、供氧不足，还可能造成暂时性意识不清，甚至昏厥。长者一旦晕倒、摔倒，
后果就很严重。而血糖低的人空腹吃太多油脂，也可能因为延缓的葡萄糖释放，导致一时性低血糖症状，出现心悸、冒冷汗，尤其是一些瘦弱的女性，本身血压偏低，又喜欢节食，若一餐只吃牛油果不吃主食，还真有可能搞到眼前发黑，差点昏倒。所以这类人群要谨慎，把牛油果当成小量佐餐即可，不要一下吃太多。再次，肠胃虚弱、消化功能差的人也要留意，牛油果的膳食纤维和脂肪含量高，对一般人有助排便通便，但对于脾胃功能弱的人，这一润肠效果可能变成泻药效果。牛油果中还含有一定量的山梨醇，这是一种天然的糖醇，有清泻作用。如果您本身肠道就敏感，一口气吃半颗一颗牛油果，很可能刺激肠道出现腹胀、肠鸣，甚至腹泻、腹痛。临床上有种肠易激综合征 IBS 的功能性肠胃病，患者特别不耐受，一些高 FODMAP 食物、易发酵的糖类牛油果就是其中之一。很多 IBS 患者吃了牛油果会肠胃剧烈不适，所以如果您属于脾胃虚寒、动不动拉肚子的体质，牛油果要少吃，免得把肚子吃坏了。就算为了通便，也不要贪多，否则可能拉到腿软头昏，这就得不偿失啦。最后，有过敏体质或对乳胶、天然橡胶过敏的人，吃牛油果时要特别当心可能发生过敏反应。虽然牛油果过敏并不常见，但在对乳胶手套、橡胶制品过敏的人群中，有高达3-4成的人会对特定水果过敏，牛油果正是典型之一。这叫乳胶水果综合症，其机理是橡胶中的某些致敏蛋白与某些水果，如牛油果、香蕉、奇异果、栗子、木瓜等中的蛋白结构相似，导致患者的免疫系统搞混，对这些水果也产生过敏反应。如果您属于这种体质，吃了牛油果后可能会出现皮肤痒、起红疹、嘴巴和喉咙肿胀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气喘、呼吸困难，乃至过敏性休克，这可不是开玩笑。曾有国外报告过有人吃牛油果引发致命过敏的案例，因此对牛油果有明显过敏史的人应该完全避免食用。有乳胶过敏或对上述水果过敏的人，如果没吃过牛油果，首次尝试务必谨慎，先少量试试并备好抗过敏药，一旦出现不适，立即停止食用并就医。说了这么多，总结一句，牛油果并非老少皆宜，百无禁忌，任何食物都是因人而异。有上述基础疾病或特殊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要不要吃，怎么吃牛油果。如果硬是不分青红皂白天天补，反而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这就是第6种严重错误吃法。我们强调，对症下菜，身体允许的状况下，适量吃是补品，身体不允许就千万别逞强。比方说肾病患者，你完全可以寻找其他对肾友好且富含不饱和脂肪的食物来替代，没必要冒险吃牛油果。低血压的人也可以从其他途径补充维生素 E、膳食纤维，不一定非牛油果不可。聪明的养生在于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选择合适的食材。我们爱牛油果，但更爱自己的健康，不是吗？看完上面6大误区，可能很多朋友有点心惊，原来吃个牛油果还有这么多讲究。那到底牛油果应该怎么吃才安全又健康呢？别担心，现在就给您奉上牛油果的正确打开方式，让长寿果名副其实的为您的健康加分。彻底清洗再切开，正确吃牛油果，第一步从清洗开始，千万不要嫌麻烦。拿到牛油果后，先用清水将表皮冲洗干净，可以双手反复揉搓牛油果表面，把附着的灰尘、细菌洗掉。如果有软毛菜刷，更可以轻轻刷洗沟纹。洗的时候别用清洁剂，清水即可，重点是将脏污刷走。洗净后用干净纸巾擦干外皮，再放到干净的砧板上切开，这样就不怕刀子把残留物带进去啦。记住，洗干净再切是牛油果入口的基本前提，也是避免病虫口入的关键一步。正确保存与处理牛油果切开后，如果您一下吃不完，一定要做好防氧化、防细菌的处理。建议把带核的那一半果肉留下，
因为留下果核有助减缓果肉变色。然后在果肉表面淋几滴柠檬汁或白醋，轻轻抹匀酸性环境，可以抑制多酚氧化酶作用，减少变黑。同时立刻用保鲜膜紧紧包覆果肉，尤其要密封与空气接触的部位，不给空气中的细菌氧气机会。最后将其放入冰箱冷藏，蔬果格保存。这样处理后，一般可以延缓牛油果变色与变质的速度。如果隔天再吃时，表面有点轻微变色，只要没有异味酸味，刮掉表层，薄薄一层即可安心食用。但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风味最佳。存放时间越长，风险越高。还有一点，不要把未熟的牛油果放冰箱，生牛油果在低温下会停止后熟，反而可能内部组织受损坏掉。正确做法是将生硬的牛油果放室温纸袋中，和苹果、香蕉放一起催熟，等变得稍软熟成后再放冰箱。如果您一不小心切开了还没熟的牛油果，果肉硬邦邦不好吃，可以在切面滴柠檬汁，包好室温放1天，让它继续变软，不要立即食用，以免既难吃又消化不良。控制适当的食用量，如前所述，牛油果再好也不能毫无节制，适量才是王道。一般健康成人每天吃半颗牛油果，就能获得相当丰富的营养了。胃口大或体型较壮的人士，可酌情增加到1整颗，但不要超过。对于需要减重的人，一天1/4颗到1/2颗比较合适。您可以将牛油果作为膳食中油脂的替代品来计算，比如今天用了牛油果，就相应减少菜里的烹调油，或者少吃一点坚果种子，确保总热量平衡。如果一天内已经吃了其他富含脂肪的食物，例如坚果、芝麻、肥肉等，那牛油果就应该减量甚至暂停，反之亦然。切忌堆叠多种高脂食物不管，否则还是会摄入过多热量。总之，根据自己的年龄、活动量和健康目标，灵活掌握牛油果的分量，它是注意而非负担的前提，就是适量。安排在恰当的时间吃，把牛油果放在早餐或午餐食用，效果最佳。早上摄取适量脂肪，有助提供持续能量，也让当餐营养更均衡。午餐吃牛油果可以增添饱足感，下午不易饿，还有助稳定血糖。一整颗牛油果最好分次随餐搭配，不要空腹一次狼吞，免得肠胃不适。特别提醒，晚上临睡前不宜吃牛油果，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夜晚消化慢，脂肪易堆积，长期在错误时间吃再好的油，也可能带来肥胖等问题。所以把牛油果安排在您最需要能量的白天时段享用吧。健康的料理方式，牛油果风味独特，既可咸食也可甜食。在追求美味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健康的食谱，尽量避免高温烹调牛油果，它更适合生食或低温料理，以保留营养。您可以尝试以下几种吃法：直接食用，将熟透的牛油果对半切开，用汤匙挖着吃，搭配一点点海盐和黑胡椒调味，最能品尝到原始的浓郁果香。这种吃法简单又纯粹，没有多余热量。拌沙拉，把牛油果切小丁，和番茄、小黄瓜、生菜等拌在一起，利用牛油果的油润口感，使您不需要额外添加沙拉酱。如果嫌味道淡，可以挤点柠檬汁，加些胡椒或少许橄榄油增香，但千万别过量。牛油果沙拉清爽饱腹，非常适合当作午餐或晚餐的前菜。全麦牛油果三明治，用牛油果泥涂抹在全麦面包上，代替奶油和果酱，再夹一些切片番茄、煎蛋或鸡胸肉，就是一份均衡的三明治。这样做既降低了饱和脂肪和糖分，又摄取到丰富蛋白质，非常适合早餐。牛油果豆腐，天热胃口差的时候，不妨试试牛油果凉拌豆腐。方法是将嫩豆腐切块装盘，牛油果去皮去核切薄片铺在豆腐上，淋上几滴酱油或和风酱汁，不喜酱油也可撒一小撮盐代替，再放一点点芥末调味。如果喜欢，还可以撒上海苔丝增香，一口吃下去，豆腐和牛油果在嘴里融合，滑顺清爽，既有蛋白质又有好脂肪，是一道夏日消暑又营养的菜色。它还有个妙处，用牛油果替代传统凉拌豆腐上的皮蛋，老人家怕胆固醇高不敢吃皮蛋的，换成牛油果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
牛油果饮品，想喝饮料又怕不健康，试试自己 DIY 牛油果奶昔。重点是选择无糖基底来搭配牛油果，例如将1/3到1/2颗熟牛油果、一杯无糖豆浆或脱脂牛奶、一小段香蕉或几粒莓果放入果汁机，一同搅打成浓醇的奶昔。不加冰淇淋，不加糖浆，口味依然香甜顺滑，而且热量比外面卖的低1半以上，营养却更高。运动后来一杯这样的牛油果蛋白奶昔，补充能量又健康。如果偏好传统口味，也可以把牛油果与纯酸奶、适量坚果、蜂蜜少许一起打匀，也是非常棒的健康饮品。牛油果其他创意吃法，牛油果其实也可以入菜。墨西哥经典的牛油果沙沙酱 guacamole 就是把牛油果泥混合洋葱末、番茄丁、香菜和柠檬汁，再配玉米片食用。但是玉米片油炸热量高，建议少量品尝即可，或者用黄瓜条、胡萝卜条来沾牛油果酱，取代薯片，会健康很多。还有人喜欢在意大利面煮好后熄火拌入牛油果泥，利用余温稍微加热牛油果，做出奶油口感的清酱意大利面，这也不失为一种创新的尝试。但记得不要过度加热即可，以免牛油果发苦。以上种种吃法都围绕一个核心：少油、少糖、少加工，充分利用牛油果本身的风味与营养，同时做到均衡搭配，这样烹调出的牛油果美食才能真正发挥长寿果的价值。我们再强调一下，牛油果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可提高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钾元素有助稳定血压，维生素 E、C 是优良的抗氧化剂，有抗衰老、护肤的作用。膳食纤维则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这些好处只有在您正确食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如果吃错方式，不但得不到好处，还可能适得其反。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开前面提到的那些误区。吃前洗干净，坏果不入口，适量不过量，搭配不乱配，服药有交代，体质需留意。做到这6点，您就掌握了牛油果的安全食用之道。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安心，牛油果本身并不带毒，它的果肉对大多数人而言确实是健康食物。我们强调，比砒霜还毒是指错误的吃法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而不是说牛油果天然有毒性。相反，牛油果只要吃得其法，完全对人体有益无害，是当之无愧的超级食物。举个例子，曾有研究让高胆固醇患者连续吃3个月牛油果，结果显示他们的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显著下降，可见牛油果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又比如，很多健身人士用牛油果取代奶油制作甜品，不仅风味佳，还降低了饱和脂肪摄入，这些都是科学合理的利用方式。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能够避开地雷，正确拥抱牛油果，别让一颗好端端的长寿果因为不当食用变成了伤身的元凶。我们应该做智慧的消费者和食者，了解每种食材的特性和禁忌，发挥其所长，避开其所短。当您按我们建议的方式去吃牛油果，它将会成为您餐桌上名副其实的健康之友，提供满满营养，帮助您控制体重、护心降脂、润肠通便，让您的养生之路如虎添翼。现在您还会再犯之前那些错误吗？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能用最科学的方式来享用牛油果，清洗干净每一颗，掌握好每一口的分量，细细品味它的醇香，同时收获满满的健康，让牛油果真正成为长寿果，而不是因错误吃法变成砒霜果。记住，聪明养生，良药不苦口，长寿果也不毒。祝愿大家都能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吃出健康的好体魄。现在就去挑一颗成熟适宜的牛油果，按照我们分享的正确方法来品尝吧。您的身体一定会感谢您的明智选择。健康生活，每一天都从正确饮食开始。